鼾的话，还是劝他去处理一下。台北荣总的最新研究发现，打鼾的人得肺炎的几率也比较高。 睡觉鼾声大作，不止枕边人港口，自己的健康也会有影响。台北荣总团队搜集健保就医资料，把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和对照组做比较，平均追踪4年半，发现有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中有638人感染肺炎，风险比起没有呼吸中止症的人高出19%到32%。这些打呼的人，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吸不到气，然后就会想要用力吸一口气。这吸一口气的动作。 或许会让他的气道的气可以气道打开，然后气就吸进来，但是常常也会把他口水也吸进来，所以会比较容易有呛到的情形，连带也会把细菌带进肺部。另外，因为打呼长期睡不好，免疫力差也是增加肺炎风险的原因。医师表示，睡眠呼吸中止症多半发生在中年人身上，男性几率比女性高，肥胖、抽烟和喝酒都是高危险族群。男生中壮年大概有3-4成的。 比例，女生大概有1成，所以整个台湾算起来，可能有300-400万人的人口有这些问题。习惯午睡恢复精神，睡得多不一定比较好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调查生活方式和罹癌关联性，发现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人，死亡率达32%，是午睡不到1小时的2倍。最主要的死因也是肺部疾病，但国内意见认为没有直接关联性，可能调查者本来就因为体力不好，才会需要比较长的休息时间。TVB 新闻陈永煌庭台北报道。